那今天來到鬼怒川拍攝廢棄溫泉街，那很多人說呀，鬼怒川如今的破敗呀，是因為泡沫經濟造成的。那如果你相信了呢，說明你已經接收到不正確的信息啊。鬼怒川從來就沒有衰敗過，它的結局啊，在一開始就已經注定了。由於今天是周末嘛，再加上最近啊有晚上看夜鷹的活動，所以這次拍攝啊，可能看到的人並不是很少啊，應該是挺熱鬧的。我的天哪，這麼多人，全圍着這個蒸汽列車頭拍攝。車站外邊就有一個免費泡湯的地方。這個天氣泡有點熱了，今天是27度還是28度，太熱了。第一次來鬼怒川啊，一出車站和想中不太一樣，我以為一出車站就可以到峽谷了，但目测的話是有一段距離，我先看看走哪條路啊。峽谷这块風好大呀！那沿着這個溪流啊，往深處走，不遠處啊就是龍王峽了。那鬼怒川這個特殊的地形啊，也是由火山噴發造成的，所以可以看到啊，它的建築啊是在兩岸以線形的方式進行排列的。那鬼怒川溫泉啊，最早是在300多年前發現的，但當時是不對外開放的，是大明專屬地。到了明治呢，才對外開放，被開發成觀光景點。那最早的一批建築啊，是在1920年代成型的，而咱們現在看到的這大規模的溫泉街啊，是在1970年代以後才成型的。那在箱根那期啊，我有說過，在這種狹窄地區啊，建造大規模建築群啊，其實包含着行政意志。那具體是什麼含義呢？咱們到正題以後再說啊。那在這裡啊，先要糾正一個觀念啊，因為很多人來這塊拍它的廢棄溫泉街，導致了沒有來過的人會認為啊，鬼怒川已經沒人來了。其實這也是個錯誤觀念啊，它的廢棄溫泉街啊，只是其中一部分。然後像我在的這部分啊，其實是經營的很好啊，大部分都是在經營的。在這塊會看到很多做蕎麥麵的店鋪。這是因為日光啊屬於高海拔寒冷地带，這種地帶啊非常適合種植蕎麥，所以呢這塊的特色飲食啊就是蕎麥麵。來它的鬼怒川神社看一看，旁邊有個山叫猴子山，可以坐纜車上去，但這不在今天的計劃之內，我就簡單過來看一看。這個神社很年輕，昭和28年建的，所以沒什麼歷史可以講。這應該就是它夜鷹活動的地方了，跟網上是一樣的，但是這櫻花已經掉得差不多了。差不多是這附近了。那開啟這期內容吧。那鬼怒川的問題啊，從來不是衰落，而是它曾經過於高效了。那所以呢，咱們先簡單介紹一下鬼怒川的鼎盛期啊，這樣會更直觀地了解鬼怒川的興衰演變。那在1985年的時候呢，鬼怒川被定義為東京都市圈最重要的人口動員場所。在全盛時期啊，每逢周末，那數以千計的特急列車與大容量巴士啊，將承備於當地常住人口的職員、學生以組織成員啊，源源不斷地送進來。那這種千人一面的消費模式啊，支撐起了一套極高周轉率的服務模式。統一的入住時間、統一的宴會批次、統一的消費流向。所以當時的鬼怒川啊，并不是一個旅遊勝地，而是一套高度精密的人口處理系統。
從當時的行政角度來看呀，全盛期的鬼怒川啊是一台功率全開的巨型機器，這裡每一寸建築面積啊都處於飽和狀態。那當時的管理者認為啊，通過無限擴大建築物來承接集體洪流的模式啊將永不衰退。然而在那一刻呀，鬼怒川的結局其實已經被鎖定了。那鬼怒川啊其實不是一个個案，而是一種可以被重複觀察的結構模型。那我更傾向把它稱為高協同系統的失效模型。那想必大家在其他的自媒體聽到的版本啊，是將鬼怒川的衰落歸結於1991年泡沫經濟破裂導致的消費降級，那銀行大規模貸款無法償還，最終導致了這個結果。那這種解讀啊，在宏觀視角下是極其片面的，它忽略了需求總量的穩定性。那根據日光市及周邊地區的遊客統計數據啊，該區域的年度入場人次啊，並未發生斷崖式下跌，甚至在特定週期內啊，保持了增長。所以從行政層面來講，鬼怒川的衰落並非源於需求減少，而是源於需求的形態發生了結構性轉變。那在20世紀中期的開發邏輯中啊，鬼怒川被定位成一個承接高密度波次式人口導入的行政場所。當時的消費單位啊，是具備高度協同性的團體，這種需求啊是群體狀分布的。而進入21世紀後呢，消費群體啊發生了巨大轉換，需求從群體變成了個體。那這種形態的改變啊，直接導致了鬼怒川原有設施的功能性癱瘓。換句話說呢，鬼怒川並不是被淘汰的，而是設計上啊只允許服務過去的消費邏輯。所以說，這座城市啊不是被遊客拋棄的，它是被自己固化的形態啊所禁錮的。原有的建築群啊是基於舊有的大規模協作的社會模型而構建的。當社會模型轉向個體選擇與去中心化形成時呢，這些巨型設施啊便失去了對接新需求的能力。簡單來說啊，就是這裡已經無法裝下現代人的消費習慣了。這種裝不下是指動線設計、功能分區以及服務密度啊，已經完全脫離了現代消費者的行為邏輯。也就是說，這裡陷入了一個因為無法適配新需求而被行政鎖死的僵局中。所以說呀，這不是經營問題，而是一個設計上不可逆的錯誤決策。那下面啊，我們來深度解讀一下鬼怒川的財務狀況。在財務審計的邏輯中啊，鬼怒川的巨型酒店群啊，並不是單純的建築空間，而是20世紀80年代特定金融環境下的槓桿實物化產物。那這些設施的擴建規模呀，並非基於對未來旅遊市場的理性預測，而是基於不動產抵押價值不斷攀升的信用擴張。此時行政與財務的目的啊，呈現出高度一致，那就是通過擴大建築體量來推高資產評估價值，進而從金融機構啊獲取更高額度的循環貸款。那在這種環境下，建築的職能啊從服務空間變成了信貸抵押物。也就是說啊，這些酒店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活下去而存在的。那1991年，隨着資產泡沫破裂與信貸緊縮，維持這套擴張協議的現金流啊瞬間中斷。那由於這些設施在建設初期就背負了極高的利息成本與資產折舊壓力，當入住率下降導致現金流無法覆蓋債務利息時啊，這些酒店在會計準則上便進入了壞死狀態。然而，金融債務的違約啊，只是導致停業的誘因，真正導致這些設施在長達30年的時間裡啊，無法通過注資復活的根源啊，在於其物理結構的僵化。一旦債務鏈條斷裂，這些巨型單位建築啊，便成為法律與財務上的孤島。由於內部動線與功能分區啊，是為大規模集體消費而定制的剛性設計，任何試圖將其分割、減容或轉型的改造嘗試啊，都會觸發巨大的重組成本與資產減值損失。在財務結算層面，維持這種壞死狀態的持有成本啊，往往低於進行結構性重組的投入成本。那這導致了資產的永久性固化，這才是鬼怒川無法復活的真正原因。再投入成本遠大於擱置成本，一旦進入這個狀態啊，這些建築就已經在財務上被宣判死亡了。在路邊看到湯鍋，算是這裡的特產，打算嘗一嘗。
湯波啊，其實就是豆皮，和京都的湯葉啊是同一個東西，發音是一樣的，都叫優吧。只不過漢字寫的不一樣，一個寫成湯波，一個寫成湯葉。為什麼要區分開呢？是因為日光採用的是從中間挑起，形成2層厚度的捲法，和京都的不太一樣，所以用漢字給區分開。那這個豆皮啊，可以說是以前在日光附近修行的僧侶們的重要蛋白質来源，那也代表了日光作為神靈的禁肉傳統下的產物。別看車站人很多啊，但實際走到溫泉街裡啊，你才會直觀感受這裡有多荒涼。就這麼幾個人，這可是周末，而且還有活動的情況下，見不到什麼人。別說跟箱根比了，在日本公認已經衰落非常嚴重的伊香保溫泉啊，都比這塊要強很多呀。所以說这些酒店啊，哪怕是沒有倒閉硬撐啊，日子也不是非常好過。那因為這期呢，我是講的整個鬼怒川的環境嘛，所以不會只拍這些倒閉的酒店啊，而且倒閉的酒店其實主要就集中在那一塊，拍的也差不多了。接下來我拍的就是什麼都有，就見到什麼拍什麼了。所以大家不要誤會啊，不是說我拍到的東西全都是倒閉的，不要這麼想啊，就是說營業中的我也會拍啊。接下來啊，就是解讀鬼怒川的產業邏輯。那在20世紀中後期的產業規劃中啊，鬼怒川的運營邏輯啊是建立在對集體行為的動員之上。那在這一階段呢，社會的有效消費單位啊，並非獨立的自然人，而是受組織協議約束的團體。那這種需求啊，表現為高度的可預測性，以波次式分布。那通過企業慰安旅行、行業協會研修以及學校休學旅行等手段啊，那人口以100人或1000人為單位被批量導入特定的旅遊空間。那這種群體式的需求模式啊，允許基礎設施以極高的效率進行資源分配與成本分攤。那大型酒店的每一個環節啊，比如大規模客房排布到集中供餐系統，都是為了適配這種波次式消費而設計的。然而，隨着日本社會組織結構的轉型啊，原有的組織型社會啊向個人化社會演變。那曾經作為行政指令或企業福利的集體出行啊，被基於個體意志的去中心化的行為模式啊所取代。那原本集中同質的消費轉變為個體行為，過去是一車一車的人進來，現在是一個一個的人進來。那這一轉變啊，直接導致了鬼怒川原有流量結構的瞬間瓦解。儘管遊客總量並未消失，但由於他們的抵達方式從大容量的集體運輸轉向了零散的自駕或自由行，原有的服務系統便失去了對接的锚點。那酒店的運營模式依然停留在等待大規模群體遊客的邏輯中，而現實中的游客已散布在各自獨立的動線裡。那這種社會結構層面的斷裂使得鬼怒川原有的設施陷入了被動等待的僵化模式中。那說完財政和運行邏輯咱們就來說更致命的一點，那就是設施的錯誤設計。那鬼怒川基礎設施最為核心的矛盾在於其物理空間在設計初期就鎖定了集體流量最大化的單一邏輯。從地理層面的大型巴士卸載點，到建築層面的巨型縱深大堂，再到層級化的1000人宴會廳，很多大型建築呈現為一套高度封閉且不可分割的批量處理模式。那這套系統的盈利平衡點建立在極高的入住密度之上。那每一處功能區，比如供暖系統、集水排水管道，還有垂直電梯組，其基礎運行能效比都是按照滿載負荷進行預設的。而當前的致命問題在於這種剛性的空間系統無法進行功率調節。當消費主體轉變為個體時呢，實際進場的人數遠低於設計容量。此時系統依然維持在100人同時使用的運行邏輯中。那這種環境產生了持續的成本與能源消耗。由於建築結構在建築之初就排除了局部運行或空間切割的可能性，導致每一名散客所分攤的固定維護成本呈幾何形式增長。
需求總量雖然存在，但由於這些需求的分布是零散且不連貫的，它們在時間與空間上都無法再填滿這套大規模協作而設計的容器。那這種錯配導致了運營邏輯的徹底崩塌。當空間的維護成本與實際產生的服務產值發生倒掛，那每一天的持續運行都在加劇資產的淨虧損。那這種由於空間設計不可逆導致的功能性癱瘓是任何管理手段都無法修補的結構性缺陷。那這種問題不是經營失敗，而是空間本身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說，如今的鬼怒川不是酒店无法生存，而是中小規模或者模式可以灵活切換的酒店更容易生存。那应该有人疑惑了，为什麼廢棄的酒店不拆除呢？那目前面臨3個主要問題首先呢，就是很多廢棄酒店的法人屬於失聯的狀態。許多廢棄酒店並非只有一家債主，其產權在泡沫破裂後的30年間經歷了複雜的債權分割、抵押與再抵押，甚至涉及已經註銷的海外法人。在行政程序上呢，即便當地政府想要強制代執行拆除也常因無法通過法律途徑送達通知書給不存在的法人而陷入死循環。那其次面臨的問題就是想拆也拆不起。那單棟巨型廢棄酒店的拆除費用通常高達10億日元以上。那這其中的高額成本不僅來自龐大的混凝土體積，更源於泡沫時代建築普遍使用的石棉成分。石棉作為1級致癌物其拆除必須在完全封閉的負壓環境下進行。那這種特殊的行政安全要求使得拆除成本超過了土地本身的開發價值。那最後一點呢，就是我即便找到法人了，並且有錢我想拆也拆不了。這是因為鬼怒川還存在一些被稱為托馬森的無意義建築比如一些通往廢棄酒店的專用橋梁和由於地形限制而完全無法被重型機械進入的死角空間。那這種地理上的鎖死導致即便有新資本介入，也無法通過現代物流動線對舊有地塊進行重新開發。那在大多數商業邏輯裡規模越大越安全，但在鬼怒川規模本身就是風險。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常規的商業邏輯中規模通常意味着成本的遞減，但在鬼怒川的特定條件下這種邏輯發生了徹底的逆轉。當環境從集體轉變為個體分散時原本作為資產優勢的規模瞬間轉化為一種不可逆的負擔。這些大型設施在設計上表現為一套高功率且低彈性的運行模式，其內部的管理成本、設備折舊費用以及能源維持基數與房間數量密切相關。由於建築內部採用的是中心化高集成的管理網絡結構，這意味着無論實際入住率為100%還是5%，那維持整座物理外殼運行的基礎成本幾乎是恆定的。在市場需求的下降期或轉型期這種規模的不可調節性表現為一種財務上的自殺行為，而且是不可終止的。那由於酒店無法在物理上縮減規模，也就是說无法通過關閉部分樓層來降低維護支出，那每一間空置的客房都在產生持續的淨虧損成本。那鬼怒川的衰落實質上是行政意志對大規模生產模式的過度依賴所導致的必然反饋。當一個系統在設計初期就排除了縮減功率或模塊化運行的可能性時，那它就失去了應對社會結構變動的緩衝能力。在這種結構下，龐大的物理體積不再是競爭力的保障，而是在動態市場中無法卸載的高能耗的資產。簡單說，就是規模越大，其系統慣性導致的虧損就越快，最終演變為一種無法自我修復的負資產。如果你在鬼怒川仔細觀察那些已經倒閉的帶溫泉的酒店，會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這些酒店通常不是一個一個倒閉，而是一片一片倒閉。這就是鬼怒川的共生系統了。
那鬼怒川的溫泉啊，並不是各家酒店自行開掘的，而是由共同的溫泉供給系統輸送。所以，當大型酒店倒閉後，那些還在經營的酒店就必須分攤原本倒閉酒店所承擔的溫泉維護費用。那這種高昂的公共成本分攤，形成了一種負向的連鎖反應，那讓原本能生存的小店啊，也被迫進入了高成本的自殺模式。那我现在準備回車站坐車回家了。其實來之前啊，有考慮過要不要在這塊住一晚上，但是當時想來想去啊，總覺得哪裡不對，後來決定啊，到這塊看情況，再看住不住。那以我現在在這塊轉一圈的感受啊，就是幸好沒有預約酒店呀。這塊轉一圈真的什麼都沒有啊，完全沒有想住的慾望啊。所以沒有預定酒店真的是太明智了。那回去路上這段時間呢，我就把這塊的特色食物啊，再跟大家介紹介紹。之前有說豆皮和蕎麥啊，除此之外就是草莓。立木县的草莓啊，產量是全日本第一，然後其次就是溫泉饅頭。所以在這塊會看到很多跟這兩個相關的吃的，大家到這塊可以嘗一嘗。剩下2個食物啊，就屬於高等食材了。一個是立木和牛，立木和牛可以說是整個立木縣的品牌產品了。那通常會在高等餐廳啊出現。不過呢，它的特產店啊，就是車站周邊的特產店啊，會有跟立木和牛相關的衍生產品，大家可以買來嘗一嘗。那剩下的食物啊，就只能去高檔西餐廳吃了，沒有衍生產品。是立木這塊特產的豬，這個豬啊是在無菌環境下培育的，所以它的肉啊細菌含量極低，而且油脂是無異味的，可以說是高檔西餐廳的首選食材。那在社會形態的演變中啊，鬼怒川的廢墟啊，並非單純的建築損毀，而是20世紀日本集體主義治理模式留下的縮影。那這些宏大的混凝土結構啊，那本質上是行政力量試圖通過大規模協作、統籌分配與標準化服務來覆蓋全體國民行為的體現。它們不是建築，而是被固化的治理方式。當社會結構的驅動力發生根本性遷移，從組織本位轉向個體本位時啊，這些原本服務於集體效率的建築啊，便失去了其賴以生存的基礎。它們不是被物理層面的時間所侵蚀，而是因為其內在的運行邏輯啊，也就是基於高密度同質化的人口动员啊，已經從現代社會的管理模式中啊被剔除了。大白話簡單易懂解讀就是，即便沒有泡沫經濟，這種模式也無法在當下的消費邏輯中長久維持。那如今鬼怒川所呈現的景觀啊，並不完全是關於過去旅遊業興衰的歷史敘事，而是一份關於規模擴張邏輯失效的審計報告。它揭示了一個行政體系在面對複雜化、去中心化的需求轉變時啊，由於其物理基建的不可逆性啊，而表現出的系統性癱瘓。那鬼怒川啊，並沒有失去地理意義上的吸引力，而是支撐其繁榮的那個組織化、指令型的社會時代已經是過去式了。那這些廢墟啊，作為舊時代治理邏輯的物理殘留，也並非毫無意義。它目前存在的唯一意義啊，是確立了一個觀點：當一個系統拒絕承認個體的差異性，並試圖用單一的巨大的物理容器來約束社會的流動性時，其最終的產物啊，必然是這種無法拆除、無法重組的行政負資產。那鬼怒川的廢墟啊，之所以讓人着迷，不是因為它破敗，而是因為它展示了一個事實：那有些系統啊，不是慢慢失敗的，而是在設計完成的那一刻啊，就已經決定了結局。那這期一開始啊，我就說了，鬼怒川不是個案，所以我們要注意的是啊，這種結構並沒有消失，它只是換了一種形式，正在新的场景中啊被不斷複製。當一個系統仍然試圖用統一的動線、統一的節奏、統一的消費模型去組織人群時啊，那鬼怒川的結局從來沒有結束過。已經到車站了，但是離車來還有一段時間，所以我在車站附近簡單看一看吧。我想在車站附近轉一轉，但是發現所有店鋪都關門了。
實在是太無聊了，什麼都没有啊。要说鬼怒川附近什麼都没有，其實也不客觀。比如說日光江户村，還有那個迷你公園，這2个主题公園就是最大的看点。但是我是完全不感興趣。之後啊，可能會去湯溪川那塊藏着一個很重要的東西，跟歷史相關的。啊，現在先不說呢，以後去了再說。車來了，這期節目就到這，謝謝觀看，咱們下期再見，拜拜。